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故事的女主角叫许梦如，是福建一位远近闻名的水产生意大亨许知远的独生女。许家在福建沿海地区拥有好几家水产加工厂和出口贸易公司，家产上亿，住的是占地几千平的豪宅。出门都是保镖开路，许梦如从小娇生惯养，无忧无虑的长大，完全是别人家的孩子。不仅长得花容月貌，还在英国留学归来，一身洋气。按理说，这样的白富美应该找个门当户对的富二代才对，但天不遂人愿，或者说姻缘这东西真的是命中注定。许梦如却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遇见了来自台湾高雄的渔民林阿海。这一年，许梦如陪父亲去厦门参加一个国际水产展销会，恰好台湾也有渔业代表团来参展。林阿海作为高雄一家渔业合作社的成员，被派来大陆交流学习。说起来也是冤家路窄，许梦如在展会上被人群挤得东倒西歪，一个踉跄差点摔倒，正好被路过的林阿海一把扶住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林阿海用他那浓浓的台湾腔问道。许梦如抬头一看，只见眼前站着一个皮肤黝黑、眼神坚毅的男子。虽然穿着普通，但那双被海风吹拂过的眼睛里有着一种让他从未见过的深邃和真诚。我没事，谢谢你，许梦如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。就这样，两人一见钟情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他们偷偷约会，林阿海带着许梦如去了厦门的各个角落，分享他对海洋和渔业的热爱。他告诉许梦如，自己在高雄拥有一艘小型渔船，每天出海捕鱼。虽然生活不富裕，却很充实。在台湾，渔业可不是什么穷行当哦，林阿海自豪地说。我们高雄港的渔获在世界上都是有名的，尤其是黑尾鱼。一条好的黑尾鱼拍卖价可以卖到上百万新台币呢。许梦如惊讶不已，真的假的？我一直以为渔民就是打鱼的，生活很辛苦很贫穷。林阿海笑了，那是以前啦。现在台湾渔业超发达的，我们有先进的渔船设备，卫星导航系统，还有完善的渔业保险和补贴政策。我们捕的鱼不仅供应台湾本地市场，还出口到日本、美国等地。我们渔民虽然工作辛苦，但收入其实不低。许梦如听得入迷，她从未想过海峡对岸的渔业竟然如此不同。在大陆，虽然渔业资源丰富，但传统渔民的生活确实比较艰辛，很多人还在用老旧的木船，靠天吃饭。而林阿海描述的台湾渔业却是科技化、现代化的产业。我们台湾渔业合作社力量很大，可以集体采购设备，谈判销售价格，还能共享市场信息。渔民互相照应，遇到困难大家一起帮忙解决。林阿海的话语中满是对自己职业的自豪感。短短几天的相处，许梦如彻底被这个质朴却又见多识广的台湾渔民吸引住了。他喜欢他讲述大海的样子，喜欢他手掌上的老茧，喜欢他眼中的坚定和温柔。这种感觉是他在那些家族安排的相亲对象身上从未体验过的啊！这就是爱情的魔力。爱情不看家境，不分地域，就像大海一样浩瀚无边，难以抗拒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展会结束后，林阿海要回台湾了。分别前夜，两人在厦门的海滩上依依不舍。梦如，我会想你的。林阿海紧紧握住许梦如的手。阿海，我可以去台湾找你吗？许梦如鼓起勇气问道。你是大富之家的千金，怎么可能来我那简陋的渔村生活呢？林阿海苦笑着摇头，我不在乎。许梦如坚定地说，我从小到大物质上从来不缺，但心灵却一直很空虚。遇见你之后，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生活。林阿海被他的决心打动了。但两岸关系复杂，正常途径申请去台湾不是那么容易，尤其是像许梦如这样的富商之女。如果你真的愿意来，我在高雄等你。但你要考虑清楚，渔家生活很艰苦，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林阿海认真地说，我已经想好了。许梦如坚定地点头。分别后，许梦如魂不守舍，她开始秘密计划如何去台湾找林阿海。她知道父母绝不会同意她嫁给一个台湾渔民，更不可能支持她移居台湾。于是她悄悄联系了一些人，打算偷渡去台湾。这个决定太疯狂了。许梦如这样的千金小姐从来没吃过苦，
竟然为了爱情要冒险偷渡。但爱情让人盲目，让人勇敢，也让人不顾一切。在付出了一大笔钱后，许梦如终于联系上了一个能帮她偷渡到台湾的人。临行前，她给家里留了一封信，只说自己要出去旅行散心，让父母不要担心。偷渡的过程比许梦如想象的要艰难100倍。她和其他几个偷渡者被塞进一艘破旧的渔船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出发。海上风浪很大，船剧烈摇晃，许梦如晕船的厉害，吐得昏天黑地。以前养尊处优的她从未经历过这样的苦难，但想到能见到林阿海，她咬牙坚持着。坚持住，马上就到了。船长对她说，记住，到了台湾后立刻联系你的人，别被警察抓到了。经过近10个小时的煎熬，许梦如终于踏上了台湾的土地。她立刻拨通了林阿海的电话，阿海，我来台湾了。许梦如激动地说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你说什么？你在哪里？林阿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许梦如告诉了他自己的位置，不到1小时，林阿海就开车赶来接她了。重逢的那一刻，两人紧紧相拥。许梦如的眼泪止不住的流，她终于又见到了日思夜想的人。你怎么这么傻？林阿海心疼地抚摸着许梦如憔悴的脸，偷渡太危险了，万一出了事怎么办？为了你，什么都值得。许梦如依偎在他怀里，此时的疲惫和恐惧一扫而空。林阿海将许梦如带回了自己在高雄的家，出乎许梦如的意料。林阿海的家并不是他想象中的破旧渔屋，而是一套面积不小的公寓。虽然简单，但设施齐全，窗外还能看到大海。这是我用多年捕鱼积蓄买的。林阿海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，虽然比不上你家的豪宅，但在台湾渔民中已经算不错了。许梦如环顾四周，心中满是感动。这里虽然比不上自己在福建的家，但胜在温馨舒适。最重要的是，这里有他爱的人。这里很好，我喜欢。许梦如真诚地说。接下来的日子，许梦如开始适应台湾的生活。林阿海每天凌晨出海捕鱼，傍晚回来。许梦如则在家料理家务，有时也去附近的市场帮忙卖鱼。初来乍到，她什么都不会做，连煮饭炒菜都手忙脚乱，但她很努力地学习。林阿海的邻居们都很好奇这个来自大陆的漂亮姑娘，纷纷前来串门。许梦如性格开朗，很快就和邻居们打成一片。阿海仔，你真是好福气哦，娶到这么漂亮的老婆。邻居阿伯打趣道。是啊，梦如不仅人美，还很贤惠呢。林阿海一脸幸福地回答。许梦如的身材确实让人惊艳，她身高1.7米，身材匀称，长发及腰，皮肤白皙如雪，五官精致立体，尤其是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，闪烁着聪慧的光芒，许多人都说她像极了电视上的明星。为了让许梦如在台湾有合法身份，林阿海开始着手办理结婚手续。然而由于许梦如是偷渡来台，身份问题变得异常复杂，两人不得不先秘密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，只邀请了几个最亲近的朋友参加。婚后，林阿海更加勤奋地工作，希望给许梦如更好的生活。许梦如则尽力适应渔家的生活节奏，学习做一个合格的渔夫妻子。每天清晨，她都会早早起床，为林阿海准备出海的饭菜。傍晚，她会站在岸边，远远地望着海面，期待着丈夫的归来。然而婚后没多久，许梦如就发现林阿海有些奇怪。她每天晚上都会独自一人出门，直到深夜才回来。开始时，许梦如以为他是去和朋友喝酒聊天，但次数多了，她不禁起疑。阿海，你每天晚上去哪里啊？一天晚饭后，许梦如终于忍不住问道。我去码头处理一些渔获的事情。林阿海支支吾吾地回答，眼神有些闪烁。许梦如心中疑云密布，但她选择相信丈夫。然而随着时间推移，林阿海晚归的情况越来越频繁，有时甚至整夜不归。许梦如的心逐渐被疑虑和不安填满。难道阿海外面有人了？这个可怕的念头像毒蛇一样缠绕着许梦如的心。她开始偷偷翻看林阿海的手机，查看他的衣物是否有异味，但都没发现什么异常。一天深夜，林阿海又一次没有回家。许梦如再也忍不住了，她决定去码头看看丈夫到底在做什么。
他披上外套，独自一人来到漆黑的渔港。高雄的渔港夜晚很安静，只有几盏昏黄的灯光照亮停泊的渔船。许梦如沿着码头慢慢走着，寻找着林阿海的身影。突然，他听到远处传来一阵低沉的说话声，循声望去，只见几个人影在一艘大型渔船旁边，似乎在交易什么。许梦如悄悄靠近，藏在一堆渔网后面。借着月光，她认出了其中一个人正是自己的丈夫林阿海。他正和几个陌生男子交谈着什么，然后从船上卸下几个大箱子，装进一辆面包车里。这次货真不错，都是上好的燕窝和海参，在日本能卖个好价钱。一个男子说道：“嘘，小声点，这可是走私的东西，被抓到可不是开玩笑的。”另一个人警惕地环顾四周。许梦如震惊地捂住嘴巴。原来林阿海每天晚上不是去处理正常的渔获，而是在参与走私活动。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揪，那个在她心中正直善良的丈夫竟然是个走私犯。许梦如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她悄悄地离开了码头，心如刀绞。回到家后，她整夜未眠，思考着该如何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。她爱林阿海，为了他不惜偷渡来台，现在却发现他瞒着自己做着违法的事情。第二天一早，林阿海若无其事地回来了。许梦如强装笑容，假装什么都不知道。她需要时间思考，也想给丈夫一个解释的机会。阿海，我想问你一件事。吃早饭时，许梦如鼓起勇气开口了：“什么事啊，老婆？”林阿海一脸无辜地看着她：“你昨晚到底去哪里了？”许梦如直视着丈夫的眼睛。林阿海明显愣了一下，然后很快恢复正常：“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去码头处理渔获啊，最近渔获多，要忙到很晚。”许梦如心痛不已，丈夫竟然还在骗她，但她没有拆穿，只是默默点头。她决定再观察几天，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多证据，也给自己时间冷静思考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更大的麻烦来了。许梦如的父亲许知远终于发现女儿留下的信是假的，她根本不是去旅行，而是失踪了。作为一个有权有势的商人，许知远立刻动用各种关系网寻找女儿的下落。经过一番调查，他得知女儿竟然偷渡去了台湾，还嫁给了一个高雄渔民。许知远气得七窍生烟，他的掌上明珠竟然去做了一个穷渔民的老婆，这简直是奇耻大辱。他立刻决定亲自去台湾，把女儿带回来。准备一下，我们去台湾。许知远对妻子说，一定要把梦如带回来。那个骗了我女儿的渔民，我绝不会放过他。就这样，一场跨海峡的家庭风暴即将来袭。就在许梦如陷入丈夫走私秘密的深深矛盾中时，她做梦也没想到，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向她袭来。许家父母通过关系成功申请了赴台证件，乘坐豪华邮轮来到了高雄。在当地一些有关系的人帮助下，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女儿和女婿的住处。那天中午，许梦如正在厨房准备午饭，门铃突然响了。她打开门，差点晕倒在地。门外站着的竟然是她的父母。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许梦如惊得说不出话来，还不是因为你。许知远怒气冲冲地走进屋内，环顾四周简陋的家具和狭小的空间，眼中满是鄙夷。就这就是你抛弃亿万家产来追求的生活？你脑子被门挤了吗？许梦如的母亲则泪流满面地拉着女儿的手：“梦如啊，你这是何苦呢？在家里多好啊，想要什么有什么，怎么跑来受这种苦？”许梦如不知如何解释自己的选择。她确实爱林阿海，但最近发现的走私秘密让她心里也充满了疑惑和痛苦。爸妈，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阿海他其实很好，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幸福。许梦如强忍着泪水辩解道：“幸福？”许知远冷笑一声：“一个靠打鱼为生的穷小子，能给你什么幸福？他不过是看中了你的钱。”就在这时，林阿海回来了。他一进门就看到了这陌生的一对中年夫妇和满脸泪水的妻子，立刻明白了什么。“叔叔阿姨好，我是林阿海。”他有礼貌地问候道。“哼，就是你拐骗我女儿。”许知远上前一步，气势汹汹地质问：“你凭什么娶我女儿？你有什么资格？”林阿海被这突如其来的质问弄得有些窘迫，但他依然保持冷静：“叔叔，我知道我配不上梦如。
但我真心爱她，会用一生好好对她。用一生？就凭你那点微薄的渔民收入？许知远讥讽道，我女儿从小锦衣玉食，住的是别墅，开的是豪车，你能给她这些吗？林安海低下头，不知该如何反驳。确实，他无法给许梦如过去那种奢华的生活。许梦如看不下去了，爸，你别这样说阿海。他很努力工作的，而且台湾渔业很发达，收入并不低。哈，别跟我说这些。我在福建做了20多年水产生意，难道还不了解渔民的生活？许知远不屑一顾，梦如，收拾东西，跟我们回家。我不回去。我已经嫁给阿海了，这里就是我的家。许梦如坚定地说。许知远见女儿如此固执，脸色变得更加阴沉。他转向林阿海，冷冷地说：小伙子，开个价吧，只要你离开我女儿，什么条件都好说。什么？林阿海惊讶地瞪大眼睛，叔叔，我不缺钱，我只想和梦如过平凡的生活。呵呵，不缺钱？许知远嗤之以鼻，那你每天晚上去码头做的那些勾当是为了什么？此话一出，屋内瞬间安静下来。许梦如震惊地看着父亲，又看看同样惊讶的林阿海。爸，你怎么知道阿海晚上去码头？许梦如结结巴巴地问。哼，我许知远要查一个人，还会查不到吗？许知远得意地说，你以为你嫁的是什么正经渔民？他不过是个走私犯罢了。梦如，你被骗了。林阿海的脸色变得煞白，他没想到自己的秘密这么快就被揭穿了。许梦如心如刀绞，虽然他已经发现了些端倪，但亲耳听到确认还是让他无比痛苦。阿海，是真的吗？你真的在走私？许梦如颤抖着声音问道。林阿海沉默了片刻，终于点了点头。是的，我确实参与了一些走私活动，但我不是为了自己，那是为了谁？许梦如几乎要崩溃了，为了我弟弟。林阿海痛苦地解释道，我弟弟2年前得了重病，需要做昂贵的手术和治疗。虽然台湾医疗很发达，但有些特效药不在健保范围内，费用高得吓人。我的渔民收入根本不够支付这些费用，所以我铤而走险，参与了走私活动。许梦如愣住了，她没想到背后还有这样的原因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许梦如伤心地问。我不想让你担心，也怕你看不起我。林阿海低下头，而且我发誓，等弟弟的医药费凑够了，我就立刻退出，重新做一个正直的渔民。许梦如不知道该相信丈夫还是父亲，她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。许知远冷笑道，好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。梦如，别再被他骗了，跟我们回家吧，趁事情还没闹大。你是偷渡来台的，如果被台湾当局发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许梦如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有多危险。她偷渡来台，身份不合法，如果被抓到，不仅会被遣返，还可能面临法律制裁。就在一家人僵持不下的时候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开门，海巡署查房。门外的喊声如同晴天霹雳，屋内所有人都惊呆了。林安海反应最快，立刻拉着许梦如往后门跑去。快走！他们是冲你来的，林安海焦急地说。但已经来不及了，后门也被封锁。几名海巡署人员冲了进来，将许梦如和林安海团团围住。林安海、许梦如，你们涉嫌走私和非法入境，现在跟我们走一趟。为首的海巡署人员出示了证件。许知远见状，立刻上前。长官，我女儿是被骗来的，她不知情啊。这个我们会调查清楚。海巡署人员公事公办地说，然后转向许梦如，请出示你的入境证件。许梦如面如土色，她没有任何合法证件。最终，许梦如因非法入境被拘留，林安海则因走私罪被逮捕。许知远虽然动用了关系，但台湾当局对走私和非法入境的案件查处很严，他也无能为力。在拘留所里，许梦如终于有时间静下心来反思自己的选择。她爱林阿海，但爱情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。她开始意识到自己当初的决定有多么冲动和不理智。几天后，许梦如被准许见林阿海一面，在监狱的会见室里，隔着玻璃，两人相对无言。对不起，梦如，我辜负了你的信任。林阿海终于开口，声音哽咽。
你真的只是为了弟弟的医药费吗？许梦如还是不敢完全相信。我发誓，林阿海坚定地说，但这并不能成为我犯法的借口。我接受法律的制裁，只是对不起你，让你也卷了进来。许梦如的眼泪夺眶而出。阿海，我不怪你，是我自己选择偷渡来台的，你没有强迫我，只是我们的结局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这就是命吧。林阿海苦笑道，我本来以为能给你幸福，没想到却害了你。监狱官示意会见时间结束，林阿海被带走前，转身对许梦如说，梦如，听你父亲的话，回大陆去吧。别等我了，我可能要坐很多年牢。你还年轻，不该为我这种人浪费青春。许梦如哭得更厉害了，但她知道林阿海说的是事实。他的偷渡行为虽然违法，但情节较轻，加上父亲的周旋，很快就能被遣返回大陆。而林阿海的走私罪则性质严重，可能面临10年以上的刑期。回到拘留所后，许梦如见到了前来探望的父母。梦如，都是爸爸不好，没有及时发现你的想法，让你走到这一步。许知远内疚地说，爸，是我自己太任性了，没有考虑后果。许梦如擦干眼泪，我现在明白了，爱情不是万能的，它不能解决现实中的各种问题。傻孩子，回家吧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许梦如的母亲心疼地说。许梦如点点头，她决定接受父亲的安排，乖乖回大陆。但临行前，她坚持要去看望林阿海的弟弟，了解事情的真相。在林阿海朋友的带领下，许梦如来到了高雄的一家医院。在病房里，她见到了林阿海的弟弟林阿明，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，正躺在病床上输液。你就是嫂子吧？阿海常常提起你。林阿明虚弱地笑着说，他真的是为了给你治病才去走私的吗？许梦如直截了当地问。林阿明愣了一下，然后点点头，是的，我得了罕见的血液病，需要长期用进口特效药，费用很高。阿海为了我真的操碎了心，我劝他不要冒险，但他不听，说一定要治好我的病。许梦如这才彻底相信了林阿海的话，他的心既温暖又痛苦。原来林阿海并不是贪图钱财才去走私，而是为了救弟弟。这个表面粗犷的渔民，心地竟如此柔软。阿明，你放心养病，等我回大陆后，我会想办法帮你筹集医药费，也会为阿海请最好的律师。许梦如郑重承诺道。第二天，许梦如在父母陪同下踏上了返回大陆的行程。站在船头，望着渐渐远去的台湾岛屿，她的心情无比复杂。短短几个月的台湾生活如同一场梦，美好而短暂，却在醒来时留下满地狼藉。回到福建后，许梦如变得沉默寡言。虽然物质生活重新变得富足，但心灵却永远留下了无法愈合的伤口。她遵守承诺，定期汇款给林阿明，同时聘请了优秀的律师为林阿海辩护。然而命运再次跟他们开了个残酷的玩笑。半年后，许梦如接到了台湾传来的噩耗，林阿海在狱中突发疾病，抢救无效身亡。据说他生前一直担心弟弟的病情和许梦如的处境，身心俱疲，最终累垮了身体。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，彻底击垮了许梦如。他整日以泪洗面，茶饭不思，甚至一度想要自杀。幸好父母及时发现，才避免了悲剧发生。林阿海去世后，许梦如更加投入到资助林阿明治病的事业中。他说服父亲在台湾设立了一个专项基金，不仅帮助林阿明完成了全部治疗，还资助了许多像林阿明一样患罕见病的贫困患者。这是他为林阿海做的最后一件事，也是对他们短暂爱情的最好纪念。几年后，在父亲的安排下，许梦如嫁给了一个事业有成的企业家。表面上，她过上了人人羡慕的幸福生活，但只有她自己知道，心底最柔软的那一角，永远属于那个为了弟弟甘愿铤而走险的台湾渔民。每年的特定日子，许梦如都会独自来到海边，望着对岸的台湾，思念着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。海风吹乱她的长发，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眼，但她不后悔，因为她曾真心爱过，也被真心爱过。阿海，你在天上还好吗？我永远不会忘记你。许梦如轻声呢喃，
话语融入海风，飘向远方。哎，这就是一个跨越海峡的爱情悲剧啊！看似浪漫的偷渡奔爱，却因为现实的残酷而支离破碎。爱情固然美好，但若不顾现实，终将幻灭。也许这就是命运给许梦如的一课吧。爱情需要冲动和勇气，但更需要理智和责任。盲目追求所谓的浪漫，最终可能伤害的不只是自己，还有所爱的人。所谓的爱情不应该只是一时的冲动和激情，而应该是两个人共同面对生活的勇气和智慧。只有这样才能经得起岁月和现实的考验。各位宝子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爱情虽然美好，但也要理性对待。不要被一时的激情冲昏头脑，做出不理智的决定。特别是对于那些想要为爱情放弃一切的年轻人，更要三思而后行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希望大家能从许梦如和林阿海的故事中有所感悟。虽然他们的结局很悲惨，但他们的爱情却是真挚的，这也算是一种慰藉吧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哦。记得点赞订阅，你们的支持是我继续讲述这些人间百态的动力。拜拜啦。